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地时间10月7号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以色列发起军事行动，以军则对加沙地带展开多轮空袭。在本轮冲突中，以色列军队显然对突袭有些措不及防，一批主战坦克、悍马军车落入哈马斯之手。以色列军方承认被俘人数史无前例。 一向公认防空威力强大无比、情报能力世界一流的以色列，为什么有些狼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将持续对巴勒斯坦展开怎样的报复？惨烈的冲突将如何走向？特约评论员石红点拨关键，马上掌握最新消息。本次哈马斯发起大规模突袭，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打得措手不及？特别是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居然毫无预警。石先生。 以色列这次面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的突然袭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这个情形跟50年前的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时期非常相似啊。表面上的原因呢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情报失灵，但真实的原因呢是以色列从政府到情报机构到军方都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啊。也就是说，50年前的教训现在的以色列呢。 完全忘了，他们脑海里边总是想着，巴勒斯坦人不敢也没有能力和以色列进行任何的较量，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以色列在政府层面一直呢就认为自己呢是安全无忧的，所以即便发现了一些呢巴勒斯坦武装可能进行行动的蛛丝马迹，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这才是以色列这次值得深刻吸取的教训嘛，也就是说，骄傲自大，最终呢会害了自己的。有观点认为，以色列一定会发动全面攻入加沙地带的战争。这次战争至少持续1个月。那么，结合土耳其近日出现的恐袭、叙利亚的军事学院遭袭事件等，中东地区安全形势会不会带来连锁反应呢？石先生，现在呢，还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呢，跟以军呢进行对抗。 在以黎边境地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对以军呢进行了一些打击，但还没有大打出手。而像其他的方向，大家也都处于观望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时间呢会持续多长？那接下来就要看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和以军对抗的情况了。如果说巴勒斯坦武装呢和以军能够打得有来有往， 还给以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看着吧，会产生的发酵效果的。也就是说，现在观望的一些力量，那会参与进来。那这样一来的话，就会让以色列非常头疼了。如果说以军呢能够在短时间内，就把巴勒斯坦武装打得没有还手之力，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整个的局面还会是以色列完全可以控制的。 也不会出现了外溢的情况。驻扎在克里米亚半岛塞瓦斯托波尔的俄黑海舰队时常被乌克兰导弹和无人机袭扰，而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决定为黑海舰队寻找新的驻扎点。敏感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果断亮出2款大杀器：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那么，俄黑海舰队搬家如何以退为进？ 俄军2款大杀器亮相，对俄乌冲突有怎样的影响？下面，评论员宋中平、吴学兰共同在线深入解读。据近日公开的商业卫星照片显示，俄军黑海舰队最近已将马卡洛夫海军上将号和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3艘常规潜艇、5艘登陆舰和多艘小型导弹舰从原有的驻扎地塞瓦斯托波尔转移到更靠东的新罗西斯克。 另有1艘大型登陆舰、2艘小型导弹舰和2艘扫雷舰转移到了费奥多西亚。俄罗斯自由媒体网站6号以“黑海舰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撤至阿布哈兹”为题报道称，俄总统普京确定了在奥恰姆西拉湾为黑海舰队建造新基地。据俄媒报道，在奥恰姆西拉湾建设俄军永久基地的计划，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 但直到现在，该项目才得以实施。如果该基地建成，俄海军可以以退为进，分散部署黑海舰队的舰艇，更好地控制黑海海域。
不过，美媒评论和黑海舰队此举是为了躲避乌克兰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此前，乌军突袭摧毁了舰队总部大楼、2套 S-400防空系统以及一个带有干船坞的大型造船厂。更有舆论称，俄黑海舰队舰艇撤出沙皇俄国于1783年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首次宣称拥有的港口，标志着俄罗斯遭遇了重大挫折。黑海舰队那向东疏散啊，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对这个黑海西部地区的这个控制。那对于说这个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运输武器呢，这一方面来讲，并不是它最大的一个任务，因为运输武器完全也可以通过陆地通道，比如说呢，从波兰和罗马尼亚进入乌克兰啊，从这个地面用铁路运输，那么海上运输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近日，普京以一场演讲警告美西方是时候停止傲慢了。10月5号，普京在瓦尔代大会上发表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演讲。他宣称，俄罗斯国防和安全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翻倍至约6%。同时，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完成了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的研制工作，即将开始大规模生产并投入战斗值班。此外，射程能够覆盖全球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已顺利通过最后一轮测试。按照海燕的2万公里射程距离，不论它部署在俄罗斯哪个地方，都能打击美国国土内的目标。由于它的飞行高度仅50米至100米，远低于常规动力巡航导弹，所以它可以轻易避开防空雷达的侦测。美国空军的国家航空与航天情报中心曾在2020年发表报告称，如果俄罗斯成功将海燕投入使用，它将是具有洲际射程能力的独特武器。美国智库核威胁倡议组织估计，海燕的核推进装置可以使它在高空停留数天。在战斗中，它可携带多枚核弹头在低空环绕地球飞，避开导弹防御系统和绕过地形障碍，将弹头投射到难以预测的位置。普京没有透露俄罗斯是于何时测试了海燕，但《纽约时报》根据俄罗斯北极基地的飞机和车辆活动情况，猜测俄军最近在那里进行了测试。2018年3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到，俄罗斯目前已拥有核动力巡航导弹，并公布了导弹系统试验过敌人的防线。此外，俄罗斯消息报报道，海燕极有可能具有专门针对地形的导航系统，将飞行路线上的地形图像存储起来，在一定时间内，导弹跳跃到几百米的飞行高度，并检查地形，然后导航系统将看到的与规定的标准进行对比。不过，海燕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洋上空飞行，俄罗斯是否为其配备了卫星导航系统，还不得而知。需要强调的是，海燕最显著的缺点也在于采用核动力发动机，从而具有无法避免的核污染问题。在试射核实验中，会在整个航线的大气中产生放射性废气。一旦海燕巡航导弹装备俄军，其产生的后果很可能会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与海燕相比，入列速度更快的萨尔马特更令西方坐立难安。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7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视察了第5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的量产工艺流程。首批萨尔马特将于近期投入战斗值班。萨尔马特被认为是不怒自威的新柱石。2019年6月27号，俄罗斯首次公开萨尔马特的技战术性能。这款洲际导弹长35.5米，直径3米，起飞重量约208吨，比4枚亚尔斯洲际导弹加起来还要重，仅次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服役的 R-36M， 也就是西方所称的撒旦洲际导弹，是俄军战略导弹史上第2款起飞重量超过200吨的型号。萨尔马特的有效载荷高达10吨，可携带10枚重型或15枚中型分导核弹头。1枚萨尔马特可以摧毁相当于整个法国的面积。如果不携带分导式核弹头，萨尔马特也可以携带3枚 YU-71或24枚 YU-74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也就是先锋高超音速导弹。而先锋既可以携带核弹头，也可以携带常规弹头。最厉害之处是能以20倍音速飞行，
每小时能飞行上万公里，而且能够在大气层边缘和大气层内进行打水漂式的跳跃、滑翔飞行，使敌方的防空和反导系统难以拦截。在打击范围方面，俄罗斯公布萨尔马特的射程高达18000公里，也是目前世界上射程最远的洲际导弹。如此巨大的射程，显然也是为了突防需要，使萨尔马特进攻时能够不走寻常路。那萨尔马特呢，是俄罗斯现在和未来最具威力的陆基洲际导弹，那就是为了打击像美国的这种地下指挥所。这种地下指挥所呢，一直在地下嘛，这个几百米深处，那么只能用这个超高威力的核弹头进行打击，它的这个威慑能力会非常强，对于整个俄罗斯现在战略火箭力量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升。虽然俄罗斯在战略核威慑方面做足了气势，但西方国家在军援乌克兰方面并未有所收敛。10月2号，欧盟27个成员国中23国的外长以及波兰、匈牙利、拉脱维亚和瑞典4国的代表参加了在乌克兰举办的欧盟外长会，表达了对乌克兰的支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称，如果合作伙伴们希望乌克兰取得更大的胜利，他们必须更快地提供更好的武器。那实际上呢，欧盟不是一个国家，那欧盟内部呢也是分几种类型的，对于这个军援乌克兰方面，当然随着时间变化呢，他们可能会出现各种的一个转化呀或者变化等等，尤其在军援乌克兰方面，他们表现的是比较分裂的。不过，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对乌援助最强的美国，近期却在援乌方面出现问题。有分析指，受限于美国众议院的停摆，美国政府当前还有约54亿美元的特别资金可以不通过国会，用于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突然升级，拜登政府明确表态，承诺确保向以色列提供一切适当的支持手段。此举可能会将现有的特别资金消耗殆尽，从而影响近期美国对乌军援的力度。不过，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9号则表示，美国不会因援助以色列而忽略乌克兰。他表示，美国是一个大国，有充足的经济能力，可以同时支援2个国家。美国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沃穆斯也呼吁美国国会尽快审核资金预算，好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军备，并扩大武器生产。美国已经通过了对于以色列的45亿美元的紧急援助，那现在援助乌克兰呢，那只能暂时先放一放，或者是拖延给乌克兰的各种援助。随着俄罗斯黑海舰队主力的转移，俄军对乌克兰沿岸地区的海上封锁基本上变得无效。那吴女士，您认为黑海舰队这次转移是暂时的还是持续性的呢？美西方国家能利用这个机会与乌克兰恢复海上联系，向乌方输出装备和物资吗？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黑海舰队虽然搬家了，但是呀，美西方也未必会通过黑海来给乌克兰运武器装备、运粮啊。现在乌克兰已经不断的在进行一个尝试了。那毕竟，粮食能够换来钱，能够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进行一个可持续的发展。但是呢，如果说在黑海上，运西方的这些武器装备，那么俄罗斯呢，它现在是撤离，但是不意味着它对黑海就完全失去了一个打击的能力。那一旦俄罗斯哪怕是孤注一掷的对这些美西方运武器装备的这个船进行打击的话，对美西方对乌克兰都是很大的打击。因为现在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已经说了，他们的弹药库都差不多了，所以这条通道乌克兰今后用于运粮啊是肯定的，但他们运武器装备很可能还是要通过陆上的通道。普京宣布海燕核动力战略巡航导弹的研制工作接近完成，何时装备俄军引发了外界的关注。那么海燕采用核动力装置，可携带核弹头，针对美国的反导系统有怎样的突破打击能力？一旦装备的话，能对美西方形成遏制能力吗？宋先生，作为某些国家，如果具备很强的反导能力，巡航导弹很难实现突破。但作为海燕，如果它采用的是核动力的装置，它的射程可以算是无限，也就是它可以在规划航迹的时候绕过对方所有的防空体系，
它可以走一条比较长的路径来实施对目标的攻击，它甚至可以绕到对方防空体系之后来攻击重要的军事目标。这就是核动力巡航导弹所具有的优势，也就是它的航程能够使自己规避所有的防空反导体系所带来的拦截。从俄罗斯的角度，不仅仅要打造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里面以弹道导弹为主，同时巡航导弹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石。那么以核动力作为相关的军事装备，恰恰能够让核动力巡航导弹成为新的一个支撑俄罗斯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里面的重要武器装备，也可以让俄罗斯形成在该领域的优势。美国和菲律宾正在吕宋岛附近实施为期12天的齐心协力联合军演。此次演习，美菲还拉上日本等域外国家参演。齐心协力演习的时间和地点敏感，会否影响南海局势？参演国家貌似不少，但舰艇数量少，作战舰艇更少。美国花大力气唱独角戏，是否尽显尴尬？今年的其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9月28号表示，这种炒作之下，那么美国认为就有了利用的价值啊，因此，他就升高了此次军演的层级，包括邀请了一些域外国家参与，而且这次军演的地点也非常敏感，在吕宋岛南端啊，最近离黄岩岛只有340公里，那么剑指何方非常的明显。有分析指，此次齐心协力演习的地点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附近海域，距离黄岩岛海域较近。很显然，很多国家都是个位数啊，那么他们派出的人员可能只是作为观察员而已。这些域外国家，包括这些非岛礁争议的当事国，他们参与其中，实际上，他们的参与的力度。热度也各不相同啊，他们也是完全听命于美国或者给美国一个面子，所以这样的演习其实依然是美国自导自演的一场秀而已。日本日经亚洲杂志网站9月23号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菲已经开始讨论扩大美国在菲律宾东海岸的军事部署，探讨的新基地地点主要包括萨马岛、莱特特岛、棉兰老岛东部和吕宋岛北科尔地区。不过，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谈判还处于初步阶段。他们依然要搞这样的军演，依然要叫一些盟友参与进来，拉抬声势啊，包括扩大这个规模，但是又不敢过度的去冒险，特别是中国海军当下的强大，包括整个在对南海的整个的这种控制能力啊，这种战斗能力啊，这个都是美国忌惮的，所以他害怕出现擦枪走火的这样一些不可预测的后果，因此在具体的行动范围上，他还是有所拿捏和考虑的。据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表声明称，本次齐心协力军演包括反潜、反水面、防空和电子战演习。参演部队以美菲为主，菲军出动733人参加，美军632人。不过，各国出动的军舰当中，挑大梁的只是美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并没有航母或者两栖舰亮相。那宋先生，您认为这是否说明美西方拉着菲律宾在南海造势，但实际投入军力并不大呢？由于菲律宾的军事能力和美国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尽管看似演练的科目比较多，但都是以美国演练为主，菲律宾观看为辅，这就是双方之间的一种配合。毕竟肩并肩，他们的肩头并不一样高，所以菲律宾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也只是给美国在南海进行军事演练创造了相关的借口。这就是美菲之间联合军演。但是，作为菲律宾，现在也在不断地给美国提供各种各样的军事保障、军事基地，这个确确实实是菲律宾在引火烧身。如果一意孤行来对抗中国以及周边的某些国家，菲律宾配合美国，只能让自己陷入到更加危险的境界。外界观察到，本次齐心协力军演在靠近黄岩岛海域进行，而在上月，美菲也在南海举行所谓的联合巡航。不过，美军舰航迹始终在菲领海内。那吴女士，美军嘴上说着要给菲方撑腰，但行动上还是不敢踩线，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是的，现在呢，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它是远程搞事情。你真的让它有所突破啊，非常明显的、非常狠的踩中国的红线，高压线，它也是不敢的。当然，这也和最近一段时间解放军呢远海去巡航，包括我们你像在黄海的海域，在台海、南海，我们都有不同的实弹射击或者其他的一些军演动作，这对于美国都是有很明确的震慑动作的。所以呢，他干脆就采取这种远程搞事情的方法，他既在声势上帮了所谓的他的那些盟友小弟，也不至于给自己惹来真正的大麻烦。所以，作为中国，我们需要外交、经济、军事多管齐下，来确保我们国家的主权安全得到最大的保障。